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ersion Lab 收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呢，我們要來聊一個超級燒錢又超級燒腦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世界上那些最強大的國家砸了天文數字的錢去幫助其他國家建立新的政府，結果幾乎每一次都搞砸，這背後到底有什麼問題？我們先從一個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例子開始講起，就是阿富汗。你想想看，美軍在那邊待了整整20年，投入了我們難以想象的資源，結果呢？他們前腳一走，他們一手扶持起來的政府，幾乎可以說是一夕之間就垮了。這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天大的問題？為了讓大家對這個失敗的規模有點概念，我們來看個數字。光是在阿富汗這個案子上，總花費就超過了2.26兆美元。你沒聽錯，是兆。這筆錢如果拿來蓋高鐵，大概可以繞地球好幾圈了。但這筆天文數字，最後你猜怎麼着？幾乎可以說是丟到水裡，連個響聲都沒有。這背後肯定有什麼我們都沒看懂的根本性的錯誤。好，那接下來我們會用5個步驟，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把這個問題拆解開來。首先，我們先看看這個教員教訓的共同模式是什麼。再來，剖析所謂由上而下建立政府的致命缺陷。第三，我們會去挖掘一股一直被嚴重低估的力量，也就是地方勢力。第四，我們會提出一個全新的解法，叫做由下而上建立穩定。最後，我們會從歷史上找出2個血淋淋的教訓，來驗證我們前面的分析。我們先搞清楚一件事這不只是阿富汗單一的悲劇。如果你把地圖攤開來看，從幾十年前的越戰，到後來的伊拉克戰爭，再到阿富汗，你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好像那些強權大國手上都拿着同一本早就該丟掉的劇本，然後在不同的舞台上重複上演同一出失敗的悲劇。接下來我們就來當個偵探，好好的來檢視一下這個他們屢試不爽卻又屢戰屢敗的由上而下模式，到底犯了哪些致命的錯誤。這套標準的劇本，你聽起來會覺得非常合理，總共就分3步。第一步，先用強大的軍隊進場，把場面控制住，維持基本安全。第二步，辦一場全國性的大選，選出一個總統。第三步，幫助這位新總統建立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還有軍隊。聽起來是不是很像在玩模擬城市？蓋基地、辦選舉、建政府 ，SOP 都幫你寫好了。但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家不是電動，人民更不是你可以隨便控制的 NPC。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傑·邁爾森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核心。他說，這套劇本有一個最致命的假設，那就是他天真的以為全國人民會信任這個新選出來的領袖。你知道嗎？這就有點像是你硬是把2個有世仇的大家族的小孩湊在一起結婚，你幫他們辦了一場超盛大的婚禮，請了全世界的媒體來報道，但私底下呢，他們根本就水火不容。你從外面強加的那個領袖，在很多當地人眼裡，搞不好根本就是敵對勢力派來的臥底。所謂的全國性信任基礎，從一開始就根本不存在。好，那這就帶我們到整個問題最核心的關鍵點，一個被所有強權都嚴重低估的真相。在這些破碎的國家裡，真正的權力跟信任從來就不在首都的總統府，而是在那些泥土路盡頭的村莊裡。你可以想象一下這個畫面，假設你是一個住在偏遠山區的農夫，對你來說，那個遠在首都，每天坐着黑頭車，聽說是外國人扶植起來的總統，跟你家電視上的明星其實沒什麼兩樣，都離你很遠。但是你們村裡的那個長老是你從小看到大的，他能幫你解決灌溉的水源問題，也能幫你調解跟鄰居的土地糾紛。你生病了可能會去找他幫忙，你的孩子在外面被欺負了，你會找他出來主持公道。現在你告訴我，你到底會相信誰？答案很明顯嘛。事實上就連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人民”這個詞，如果你去追溯它在歷史上的原始意義，它指的並不是一個單一完整的國家公民群體，而是指一個又一個地方社群的集合體。
所以，當我們說要尊重人民的意願時，我們真正該做的其實是去尊重無數個地方社群他們各自的意願。很多人可能受到電影或小說的影響，以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中央政府，那世界就會立刻變成像是瘋狂麥斯那樣，大家互相廝殺的廢土煉獄。但這個觀點其實大錯特錯。人類是天生的社群動物，當整個國家這棟大廈傾倒的時候，我們不會各自為戰，而是會很自然的聚集起來，形成一個一個小型的救生艇社群。所以你懂嗎？地方勢力它不是亂源，它反而是社會在瀕臨崩潰的時候最本能也最自然的自我保護機制。既然由上而下這條路已經被無數次的失敗證明是一條死路，那到底該怎麼走？幸好諾貝爾獎得主邁爾森不只點出了問題，他還給出了一張全新的地圖，一套完全反過來的策略，叫做由下而上建立穩定。这個新模型的玩法，完全不一樣了。第一，你得先放下大國的傲慢，承認並且尊重那些早就已經存在的地方勢力。第二，你的角色不是皇帝，不是去下指導棋，而是一個協調者。你的工作是去協調中央和地方領袖之間的權力要怎麼分配。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你要把外國的援助當做一個談判的籌碼。誰願意合作，誰能維持地方穩定，那資源就給誰。這不是亂撒錢，而是把錢投資在對的地方、對的人身上。那要執行這個新策略，你就需要一種全新的角色，我們可以稱之為地方穩定官。他不是那種穿着迷彩服的軍人，也不是西裝筆挺的外交官，他更像是一個派駐在地方的政治田野調查員。他的辦公室不會是在戒備森嚴的大使館，而可能是在鄉下的茶館裡面。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跟地方上的三教九流打交道，去找出誰才是真正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然後扮演中央和地方之間溝通的潤滑劑。好，理論聽起來很完美，但現實世界真的行得通嗎？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兩個真實的歷史案例，一個是成功的，一個是失敗的，剛好可以完美驗證這個由下而上的理論到底有多麼關鍵。第一個案例，你聽了可能會覺得很意外，就是過去的大英帝國，他們當年能用相對少的人力去統治那麼廣大的殖民地，靠的其實不完全是船堅炮利，而是一種非常務實的去中心化管理哲學。他們的核心思想很簡單，我們不可能什麼事都自己來，所以就把權力下放給最懂當地情況的人，也就是派駐到各地的區務官。這些區務官的任務不是去消滅地方領袖，而是跟他們合作，把他們變成帝國在地方的穩定力量。雖然背後的動機是帝國主義，但這個尊重並且利用地方權力的方法，確實達成了驚人的穩定效果。而第二個案例，越戰，這是一個典型的一步錯，步步錯的悲劇。在1962年，美國其實一度做對了事情，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做農村事務辦公室的單位，派了很多懂當地語言的年輕人，直接跟越南的村委會合作，給他們錢，給他們權力，效果是立竿見影。但最可悲的是，僅僅過了2年，這個非常成功的計劃就被高層給廢除了。那些迷信中央集權、迷信大炮主義的將軍們，決定走回軍事優先的老路，也親手切斷了跟地方真實政治的連結，為後來的全面失敗埋下了最致命的伏筆。所以，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最關鍵的執行原則其實就是這句話。所有關於國家戰略的重大決策，都必須要依賴那些在第一線、在泥濘裡打滾的地方穩定官所提供的情報跟建議。決策的流程應該是由下而上匯報，而不是由上而下命令。因為只有他們才是真正懂當地遊戲規則的人。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傳統那套由上而下的國家建構模式之所以會一再失敗，就是因為它忽略了最根本的信任基礎，也就是那些深植在民間的地方權力結構。真正有效的方法其實是反過來，
由下而上去承認、去尊重，並且去整合這些地方力量。這就引發了我們最後一個思考：如果我們早就知道問題出在硬要強加一個中央權威，那為什麼幾十年來各大強權還是一再重複同樣的錯誤呢？這背後是官僚體制的僵化，是大國思維的傲慢，還是說我們從來就沒有真正學會要如何謙卑地去理解一個我們完全陌生的社會？這個問題或許比再投入幾兆美元都更值得我們深思。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